天塌了！北京表面嘴硬，背地里却偷偷向川普投降。据彭博社爆料，中国正悄悄取消对美国医疗设备、芯片、乙烷等高端产品的125%关税，这些都是中国造不出的命脉物资。没有这些，医院停摆，工厂瘫痪，政权都得抖三抖。更讽刺的是，北京一边否认谈判，一边派代表团偷偷摸摸跑去美国财政部，韩国媒体都拍到照片了。这波操作堪称嘴硬一时爽，现实火葬场。装腔作势的嘴硬掩盖不了内心的慌乱。中美没谈，全是假消息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4月2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，硬是把贸易谈判这4个字咬得死死的。可话音刚落，韩国中央日报就甩出一记重磅炸弹。4月24日早上7点，中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带着10人代表团，鬼鬼祟祟走进美国财政部大楼，照片都拍下来了，证件上清清楚楚写着中国。更搞笑的是，中国官员还急吼吼地要求记者删照片，声称没义务透露身份。这波操作简直是此地无银300两。彭博社更爆出猛料，中国正悄悄取消对美国医疗设备、乙烷、芯片等关键产品的125%关税。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货色，而是中国高端制造业和医疗系统的命根子。没有美国进口的磁共振仪和超声设备，中国医院能正常运转。没有乙烷，中国全球最大的塑料产业还玩得转。更别提芯片了。上海一家晶片企业人士透露，4月24日，他们接到通知，部分美国半导体产品已免税，只需交13%的增值税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中国嘴上喊着自主创新，背地里却连芯片都得靠美国救命。根据 CNN 和深圳贸易商的消息，从4月10日到24日，部分美国半导体产品的多缴关税甚至可以申请退回。这哪里是嘴硬，分明是跪地求饶。更扎心的是，财经报道的免税清单新闻刚发出来就被从财联社、新浪等网站火速下架。北京这是怕老百姓知道真相，怕丢了面子啊！命脉被美国掐住，中国经济命悬一线。别看北京表面上装的云淡风轻，实际上经济命脉早就被川普掐得死死的。来看一组数据，吓得你下巴都得掉地上。医疗设备、医院的救命稻草全靠美国。根据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高端医疗设备市场规模超3000亿元，但80%以上的磁共振仪、CT 机、超声设备依赖进口，其中美国品牌如 GE、飞利浦占比超50%。这些设备一旦断供，中国医院的手术室、检查室直接趴窝。彭博社透露，中国正考虑豁免美国医疗设备关税，原因很简单，国产替代。不存在的。没有这些设备，老百姓看病都成问题，政权还怎么维稳？乙烷塑料产业命根子被美国卡脖子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塑料制造国。2023年塑料制品出口额超900亿美元，但核心原料乙烷呢？根据中国石化协会数据，中国60%以上的乙烷依赖美国进口。川普的125%关税一压，乙烷价格直接翻倍，塑料工厂成本暴涨30%至40%。现在中国偷偷豁免乙烷关税，不就是为了救命吗？否则工厂停工，工人失业，社会动荡还远吗？芯片科技命脉被美国死死拿捏。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，2024年中国芯片进口额高达4000亿美元，其中美国芯片占比近30%。别看华为吹嘘自主研发，真正的高端芯片如英伟达的 GPU、英特尔的 CPU、
中国压根造不出来。财经报道的8个免税税号，恰恰说明中国连半导体都得向美国低头。上海晶片企业人士直言，没美国芯片，我们生产线直接停摆。更要命的是，根据美国智库盖茨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分析，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四面楚歌。2025年第一季度税收下降 5.2%， 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6个月为负，国内生产总值萎缩 2.1%。 这时候还敢跟川普硬刚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偷偷谈判，北京的面子工程要崩了。北京嘴上喊着没谈判，背地里却忙着跪地求和。韩国中央日报拍到的照片简直是铁证如山。4月24日，中国财政部官员带着10人代表团，佩戴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所需的身份证明卡，偷偷溜进美国财政部大楼。结果呢？被记者当场抓包，还急得跳脚要求删照片。这场面尴尬得让人想笑。更讽刺的是，川普直接在媒体面前拆台，他们今天早上就在谈。4月25日，川普在前往罗马参加教宗葬礼的路上，再次确认中美正在幕后接触。而中国外交部还在死鸭子嘴硬，坚称全是假消息。这嘴硬的功夫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其实，北京的面子工程早就撑不住了。根据中央日报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，中美财政渠道已经悄悄运转，双方都在关税战的压力下撑到临界点。北京为何如此敏感？因为这场关税战不仅是经济战，更是面子战。烙饼师傅要是公开承认向川普低头，国内的爱国小粉红还不得炸锅。所以北京只能偷偷摸摸谈判，一边降关税，一边装无辜。川普的致命一击，北京无路可退。川普这招简直是把北京逼到了墙角。4月25日，川普在空军1号上放话，除非中国开放市场，否则我不会取消关税。啥叫开放市场？就是要让美国产品畅通无阻地卖到中国。川普还补刀，中国得给我们实质性的东西。这哪里是谈判，分明是单方面勒索。更狠的是，川普不仅卡住了中国的命脉物资，还拉拢了盟友一起围剿。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，美国和日本已接近达成关税协议，韩国也在4月24日与美国举行2+2贸易磋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中国周边国家都在向美国靠拢，中国的出口市场正在被挤压。印度更狠，直接对钢铁加征 12% 关税，摆明了针对中国倾销。专家预测，去全球化趋势加剧，中国的出口之路会越来越窄。再看国内，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 15%， 中小企业破产率飙升 20%。那些靠出口美国的小工厂早就撑不下去了。工人失业，供应链断裂，社会怨气飙升，北京还能硬撑多久？嘴硬一时爽，寒冬熬死人。北京的嘴硬还能撑多久？答案是撑不了多久。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，如果中美关税战持续到2026年，中国 GDP 增速可能跌破 3%， 失业率将突破 8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上千万工人将失去饭碗，社会动荡一触即发。更扎心的是，北京的国产替代口号喊了这么多年，关键技术还是被美国卡得死死的。医疗设备、芯片、乙烷这些高端物资，中国短期内根本造不出来。现在偷偷降关税，不过是饮鸩止渴。川普的 145% 对华关税还在，中国的 125% 报复性关税却先扛不住了，这不就是打脸吗？更别提国际压力了。根据彭博社统计，2024年
全球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增加了30%，从欧盟的绿色关税到印度的钢铁关税，中国商品几乎无处可去。国内呢，房地产崩盘，股市暴跌，年轻人躺平，中国的经济奇迹早就成了笑话。寒冬已至，北京该醒醒了。这场关税战，北京从一开始就输了气势。表面上嘴硬喊着没谈判，背地里却偷偷降关税，派代表团求和。川普的145%关税像一把刀，狠狠插在中国的经济命脉上。医疗设备、芯片、乙烷，这些中国造不出的高端物资，成了川普手里最大的筹码。更讽刺的是，北京还在乎那点可怜的面子。韩国媒体的照片，彭博社的爆料，川普的公开拆台，早就把北京的遮羞布撕得粉碎。60万跨境电商从业者，200万塑料产业工人，上千万中小企业主，他们的生计都在这场关税战中岌岌可危。而北京呢，还在乎面子，嘴硬到最后一秒。寒冬已至，北京该醒醒了。与其在钢丝上继续跳舞，不如老老实实转型升级。别再喊自主创新的空口号了，赶紧解决卡脖子技术，否则这场关税战熬死的只会是中国自己。